10种路边野草冷知识。1. 野山姜。大家看，这个叫野山姜，它的叶子啊，这样长长的，有点像生姜的叶子，两边都比较光滑。现在它结果了，非常红艳，有的地方当炒豆蔻用，或者当杀人用。它的花长得也是非常漂亮，有一点典雅的感觉。它喜欢这样成簇的生长在一起，地底下的根有点像杜若或者高粱姜。不像生姜那样有大块大块的，它的传株散发着一种芳香的气味。2. 芒萁。刚刚我们准备拍这个芒萁，2只苍蝇飞过来，哎呦，春天，我们见证了它的爱情时刻。其实我想给大家说的是，这个芒萁啊是很神奇，它不光见证了很多昆虫的爱情，它全身都是宝，它可以当肥皂，也是一种植物矿工。今天我们就详细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芒萁啊，漫山遍野，到处都是，生命力也很顽强。有时候过火的山最先长出来就是它，它很好辨认，叶子像蜈蚣一样，甲2叉分支。小时候我们砍它做引火的柴，它干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很好烧的。说到它是植物矿工，怎么回事呢？科学家把它烧成灰，化验灰的成分，发现稀土含量极高，其中钠最高。老一辈的地质勘探人就是靠着芒萁来固定稀土矿靶区。更厉害的是，芒萁还能用于稀土尾矿的生态修复。矿山开采以后，土壤稀土含量高，别的植物不能活，而芒萁能活。说到它可以做肥皂，其实我们把它这个叶子这样搓一搓，在水里它就会起很多泡泡，去污力还挺强的。3. 野生麦冬。大家看，野生麦冬结果了，现在有一点带蓝色了，完全成熟以后是那种深蓝色，比较深邃。麦冬的果是什么味道呢？外面的皮有一点甜样的，里面那个就不太好吃，外面的皮还可以。其实我们食用的部分是它底下的根须上面的小棒槌。如果在野外我们没有水喝啊，可以用它来解渴。麦冬是生津之品，所以嚼一嚼快进就不渴了。像我们平常用的是晒干的麦冬，野生的麦冬跟种植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比较干瘦，大大小小，但是进气味具足，闻起来啊都是很香呢。有的人说野生的比种植的好，因为他们没有照顾，没有人施肥，没有人打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方面了，关键在于它是自己选择自己适合生存的环境，周围有其他的植物相伴，慢慢的累积它的有效成分，这样它才比较有力量。4. 灯心草。在这个小溪边，我们发现了一丛灯心草，它一簇一簇的生长，茎秆直立，圆柱形，像一排排绿色的吸管。灯心草的花啊，很不起眼，长在这个绿丛中间，好像打了一个小黄碟。它是一种极其古老的植物，通过化石判断啊，在恐龙时代，它就是现在这样的形态了。之所以叫它灯心草，是它茎秆里面有一条白色的水星，像海绵一样。古人发现用它做灯芯，吸油性极佳，且燃烧稳定，灯心草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那么灯心草为什么长这样的海绵的水芯呢？因为自古以来它喜欢生长在一些湿地、沼泽，像它的根如果陷入到沼泽里，它这个水芯海绵结构像无数根微型的通气管，可以将空气中的氧气输送到浸泡在水中的根部，解决沼泽缺氧的难题。除了做灯芯，古人也可以用它来编凉虾、做帽子、填充枕头。另外，它也是一种传统的草药，人们认为它有清热利尿之功效。5. 野蕨菜。这个植物大家眼熟吗？它就是我们春天吃的蕨菜。现在它长得1米多高了，这个茎都已经木质化了。不过如果我们掐它这个嫩尖呢，其实也可以吃的。这个嫩头也像蕨菜一样有小拳头啊，春天的时候那个拳头薄茸茸的，就是咱们吃的蕨菜，也叫猫爪子、龙头菜。
用它炒腊肉啊、凉拌啊，一口下去就是春天的味道。可一旦没有人采它，它就开始放飞自我，短短1-2个月就能窜得老高，1米多高。有意思的是，这个东西恐龙也吃过，侏罗纪的时候它就是恐龙的青菜。而且全世界有12000多种蕨类，咱们吃的也就是简单的几种。大家要记住，不是所有的蕨都可以做野菜，有的虽然能吃，但是口感不好啊，有的就是不能吃，有毒。虽然蕨菜是美味啊，但是现在研究发现它含有一种叫原蕨苷的东西，被列为2B 类致癌物。2B 类意思就是可能对人致癌。只要我们焯水做熟，简单尝个鲜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不是说每天都吃这个嘛。6. 骨碎补。树上的骨碎补和石上的骨碎补有什么区别？哪一个更好？大家看，这个就是骨碎补，也叫猴姜、胡蕨，是一种蕨类。我们在野外通常可以看到树上长骨碎补，还有很多石头上也长这个骨碎补。那这2种具体有哪些区别呢？像《本草纲目》里面就介绍到这个骨碎补，根似姜而扁长，为石上者良。之所以古人觉得长在石头上的比较好，是因为它得金石之气，比较坚固，力道比较醇厚。而像这样长在树上的，有的民间医生认为这个是一种寄生，寄生在树上样的会比石上的更好，也有这样的观点。其实骨碎补严格意义上来讲，它是附着在树上，而不是真正的寄生。像菟丝子就是寄生，因为它吸取寄主植物的营养，而附着在这个植物表面，它其实是通过树皮的腐质层吸取一些养分。其实我感觉长在石上的或者长在树上的，只要它们年份都非常足，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都是不错的。如果通过这种，比如说古人说的长在石上的得金石之气，那个是代表下沉，代表一种坚固。那么按照这个得金石之气的说法，长在树上的其实它是得木土之气。树本身就是属木，土的话，这个树皮的表皮腐质层啊就属土。木土之气相比于金石之气的下沉啊，木土它就是有点生发，有点舒展。你像树往上长有点生发，是这样的道理。所以具体的应用中，大家也可以结合自己的思考。当然这是我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了，因为这些草药讲偏性，长在树上的得木的偏性，是吧？具体大家也可以一起来探讨，分享你的观点。7. 竹白霜。这个竹子表面像白霜一样，叫竹白霜。竹子分泌的天然蜡质层，通常这个是幼竹比较常见。为什么幼竹会长这个竹白霜呢？主要有2个作用，一个就是减少水分的蒸发，因为这个幼竹啊，它这个竹子还不是那么坚硬嘛。第二，防止病虫害，幼竹抵抗力没有那么强，分泌天然的蜡质物保护自己了。民间有的也会把这个白霜采集回去和茶油一起外涂使用。像竹子，我们烧竹子会留那个竹粒，传统中医认为啊，竹粒或者竹白霜都是有一点清热之效。8. 乌毛蕨。这个是野菜界的网红，也是科学家眼中的大佬，它叫乌毛蕨。野菜界的网红就是它这个嫩芽也可以当蕨菜吃，也是一种野蕨菜。它的样子有点萌萌的，很像一个音符。老百姓眼中它做野菜，而科学家眼中它是可以提取矿物的植物炼矿。大家听过没有？乌毛蕨有一项隐藏技能，植物采矿。2025年底，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在乌毛蕨的叶片里检测到了大量富集的稀土元素，所以它被科学家称为稀土吸尘器。它能把土壤里分散的稀土元素吸收进来，浓缩到叶片里，浓度能达到每克1735微克。
绝的是，这些稀土在它体内还会自我组装，结晶成一种叫南毒之石的纳米矿物，纯天然，没有放射性，这样普普通通一种蕨类，它每天呼吸空气，晒晒太阳就能富集成矿。乌毛蕨可以提取稀土，那它自己能提取多少呢？一吨乌毛蕨大概可以提取2公斤稀土。你知道还有哪些植物有这种超能力吗？9. 石蒜。今天在这个石木化的山头，我们发现很多石蒜。现在这个季节它是长着苗，郁郁葱葱的。那我们怎么判断它是红花石蒜还是黄花石蒜呢？其实现在这个季节看不到花，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第一，看叶子，黄花石蒜的叶子通常比较宽大一些，而红花石蒜的叶子比较窄小，并且它的背面是那种粉绿色。第二，我们也可以看它的地下的鳞茎，黄花石蒜的鳞茎相对而言比较大，而红花石蒜的鳞茎要小一圈。另外，有时候我们也可以看环境，通常石墨化的山头，黄花石蒜的几率比较大，因为它比较耐平积一些。当然，红花石蒜也可能长在这样的环境。我们下山的途中就看到这里有一丛，同时有黄花石蒜和红花石蒜。最后提醒大家，这2种石蒜都是有毒的，我们不要去吃，碰了以后要赶快洗手。10. 野生山药。看，石头上长出了一对牛睾丸，这个不是在说玩笑，这是我见到的最传奇、最富有故事的野生山药。大家看，山药藤的基部很多须根抓住这个石壁上的少数泥头，它其实生根生在这里，但是它的主茎在往下生长的过程中，发现都是石头，没有泥土，所以它拼命的寻找黑暗，就是希望长在土里去。所以它为什么绕了一个大圈？它在自己困境中自我的一种奋斗。当它这样绕了一大圈以后，往下长的过程中，这里找到了一点依托，有少许的泥土。后来这个石尾也过来帮忙，他用他的茎轻轻地抱住它，让它依靠在这个石壁上。慢慢的，这里累积了一些泥土，长了一些青苔，可能能够吸收一点养分，所以它这里就不继续再往下长了，长成了一种凸起的类似牛睾丸的形状。所以这根山药也给我很大的震撼，就像我们的人生可能也没有那么一帆风顺，有时候不能笔直前行，那何不妨像他这样绕道而行，绕了一个大圈以后，发现有时候天也要帮你一样的，所以绝处逢生，这是这个野生山药奋斗之后的生动写照。第11，蒲公英。在春风里有一把小伞，田埂路旁边轻轻飘荡，它没有大树的坚实臂膀，风一吹就散向未知的远方。蒲公英也是锯齿状，花是金太阳，果实绒球样，小小翅膀带着生命的重量。传说遥望在深山采访，遇见妇人如同泪满衣裳，路边的芳华它捣碎敷上，驱散了红肿，带来了安康。从此以后，他被寄入房，无论走多远，漂泊去何方，落地就能升去新绿的希望。蒲公英像游子一样，生命的旅程是告别故乡，把坚韧的爱播撒在四方。大地上许多的小草，静静地疗愈，温柔地守望，
唱着中华本草生命的诗号。蒲公英像游子一样，生命的旅程是告别故乡，把坚韧的爱播撒在四方。大地上许多的小草，静静地疗愈，温柔地守望，唱着中华本草生命的诗号。